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下弹跳的球在玛雅中怎么去绑定。那么我们本次的目标不仅要让小球变形，还要让它在变形的时候尽可能的保持体积。下面就让我们一步步学习小球的绑定。我们选择小球，在变形菜单下执行晶格变形器。这里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晶格细分段数，我们把3个方向的细分数都设置为2。现在我们移动晶格点，可以看到对应的形变情况。这里我们先给顶部的晶格点创建簇变形器，然后再给底部的晶格点创建控制器。现在这个小球就能实现简单的按压和拉伸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无论我们是按压还是拉伸，中间部分的体积是没有变化的。按理来说，拉伸的时候中间应该收缩，按压的时候中间应该膨胀。所以这个问题会是我们本节课的重点。首先，我们给4个竖直方向的晶格面都创建上簇变形器。创建完成后，我们按压球体。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4个侧边的簇变形器来模拟出体积膨胀的效果。同样，当我们拉伸球体的时候，同样能够模拟出体积收缩的效果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想用4个控制器来控制不就好了？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是绑定的易用性，一定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。我们需要思考的是，怎么在我们执行按压的时候，让它自动具有体积变化的效果。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表达式来驱动收缩和膨胀。这里的簇变形器已经够用了，我们不再需要操作晶格点。为了方便后续操作，我们选择簇变形器，我们把晶格放到层里隐藏起来。首先，我们要确定变化规律。当我们按压的时候，控制按压的是位移 Y 轴，对应的右边的这个控制器，它应该朝着右侧去移动。对应的移动轴向是位移 X。那么这里我就做一个设定，按压距离是膨胀距离的3倍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当我们 Y 轴下压1个单位的时候，侧边 X 轴就膨胀0.3个单位距离。现在我们复制侧边的这个簇变形器 X 轴的属性名称，然后选择顶部的这个控制器，选择 Y 轴进入表达式。这里我们让它等于控制器 Y 轴的1/3。现在我们下压控制器，会发现膨胀的方向是反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计算值前面加一个负号就可以了。
现在这个效果就正确了，无论是按压还是拉伸，都能很好的去模拟。同样的方法，我们给其他3个粗变形器写表达式。现在表达式写完了，我们可以移动控制器来看下效果。那么现在上面的这个控制器是没问题了。如果我们只是单向控制，这个表达式也就够用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要下方的控制器也参与到变形中，我们还需要对表达式进一步的做修改。这里我们需要把变形程度减到1半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个表达式。那么，这里因为这个右侧粗变形器最终得到的是一个正的结果，上部控制器下压本身是负值，它是通过这个负号转换为正值，而下部控制器在上压的时候本身就是正值。所以，这里我们直接加上上压的计算结果。再比如接下来的这个表达式，左侧粗变形器得到的结果是一个负值，而上压控制器本身是正值。所以我们要在上压计算结果前加一个负号，才能得以转换为正值。同样的，第三个表达式，前面的粗变形器得到的结果是一个负值，而上压控制器本身是正值，所以这里我们直接加上上压的计算结果。
最后这个表达式也是一样的修改方法。那么现在最难的部分已经被我们搞定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是移动上部控制器还是移动下部控制器，球体都能够伴随体积的变化。就算我们两个控制器混用，也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。最后，我们来创建主副控制器以及两个次级控制器来进行控制。那么这里这个副控制器需要控制物体的旋转，需要它位于物体中心点。这里我们可以使用对齐工具或者使用点约束。我们球体加选副控制器，执行点约束。约束成功后，我们选择副控制器删除约束就可以了。然后上端还需要一个控制变形的控制器，下端保持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我们给这些控制器删除历史记录，冻结变换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上下控制器放到副控制器的下方。再把副控制器放到主控制器的层级下。接着，我们让上下控制器分别控制对应的促变形器。那么这里我们不能使用副对象约束，因为促变形器的位置是多变的，所以我们依旧选择写表达式的方法来传递移动数据。这里我们让促变形器 x 轴的位移等于上部控制器 x 轴的位移。接下来就是 y 轴和 z 轴。下部控制器也是一样的编写方式，我们复制以后做一个适当的修改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缩放以及旋转的问题。那么，控制缩放的是左右两侧的促变形器，或者是前后的促变形器。任选一组就可以。这里我们选择左右的促变形打组。
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组可以随意的缩放和正确移动。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中心控制器去约束它，这里使用副对象约束。然后接着使用缩放约束。这样我们的中心控制器就能正常的移动以及缩放。最后我们整理下大纲视图，给它们整体打一个组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